上回说到，莫利亚剪掉了罗宾的影子，而奥兹几乎将草帽团打个团灭，只剩下乌索普、索隆、娜美在苦苦挣扎。凭他们三人的能力，很难同时打倒奥兹和莫利亚。现在只等路飞来强势救场了。另一边，路飞在森林中遇到了罗拉的海贼团，他们和路飞分享了一个可以短时间内快速提升实力的办法，那就是向身体里附着其他的影子。路飞被强行塞了100个影子，力量喷涌而出，迫不及待地奔向城堡去找莫利亚干架。索隆不想就此放弃，换来乌索普和自己打配合，一定要和奥兹硬刚到底。乌索普跑到一边准备，索隆用语言刺激奥兹来攻击自己，吸引奥兹的注意力。奥兹竟然拥有了路飞的能力，简直就是加肥加大版的路飞，动起手来十分难缠。只见他纵身跃起后，从高空中砸向索隆，索隆将力量集中在双臂之间，以力量型招式3刀流2杠力斩迎击下奥兹从天而降的拳法。双臂一挥，奥兹的拳头滑向一边，插到地里，拔也拔不出来。索隆趁机跳上奥兹的胳膊，从下而上一招旋风斩，把奥兹的胳膊砍得漏了气。然而效果不佳，奥兹甩开索隆，给了他一招数吨重的膝盖攻击。乌索普此时已经准备完毕，他用超大弹弓瞄准奥兹的嘴巴，将布鲁克收集来的盐包弹射进了奥兹的嘴巴里，毫不意外，一击命中。本以为终于把奥兹解决，乌索普把狂欢用的烟花都准备好了，没想到莫利亚居然早有防备。他将自己的影子埋入奥兹的体内，乌索普弹射到奥兹嘴巴里的盐袋被莫利亚的影子给揪了出来。特制僵尸奥兹的进化行动宣告失败，这就有点超乎常理了。连绝境乌索普都搞不定的事情，说明还没有到绝境。逆风翻盘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就是几乎要走火入魔的路飞。莫利亚的影子将盐袋丢回到乌索普的身上，乌索普被砸翻在地，起身一看，一袋子的盐全都散了出来，满地的盐白。乌索普扑上去哀嚎着，试图将这些盐再收集起来。这些是布鲁克找到的最后的盐了，没了盐，净化僵尸的最后一丁点希望也就没有了。莫利亚得意的大笑，命令奥兹立刻干掉乌索普和娜美。奥兹跳过去，对着乌索普一顿猛踩，踩完了乌索普，接着踩娜美。普通人的话，大概已经烂成肉泥了。然而草帽团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呢？他们是深受作者和读者爱戴的主角。此时，莫利亚笑得正欢，奥兹踩得兴起，一个黑影早已等在一边，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奥兹。大块头，你在踩什么呢？没看见脚下已经没有人了吗？奥兹和莫利亚同时愣住，缓缓转过身子。乌索普和娜美早就被一个长得又黑又壮的猛男给救了出来。两人松了一口气，看到猛男的脸后呆住。奥兹憨憨地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猛男霸气地说道：“莫利亚愣住了，这小子难道还有变身能力？乌索普和娜美更愣了。路飞我们是了解的，他绝对不像这小子这么正经。梦魇路飞把乌索普和娜美放下，确认其他伙伴都被打倒之后，路飞平静地说了一句：“奥兹也是配合，甩出胳膊，冲着梦魇路飞打出一招橡胶回旋弹，眼看比路飞整个人还要大的拳头飞了过来，梦魇路飞不慌不忙，伸出一只手接了下来。梦魇路飞冲上去，一拳头将奥兹打倒。森林里面吃瓜的僵尸们说什么也不相信，他们眼中的无敌僵尸奥兹居然也有被打倒的时候。奥兹压下来，僵尸们尖叫的四散，巨大的身躯刚爬起来，梦魇路飞跳过来又将他扑倒，接着直接跳到森林里揪住奥兹一顿暴打。罗拉和他的船员们以及森林里那些失去影子的无辜群众们，趁着奥兹被揍的空档，从森林里跑了出来，私下寻找草王团的成员，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地方救治。娜美和乌索普好奇地凑了过去，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路飞的变强不是偶然的小宇宙爆发，而是有故事背景的。路飞那个前胸贴后背的小身板居然塞进去了100个影子，相当于同时拥有100个人的属性，变成了现在的梦魇版路飞。现在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路飞的身上，虽然这种力量只能持续几分钟，但是这几分钟决定了全岛牺牲者的命运。面对梦魇路飞惊人的战斗力，大家表示爱了，就这么干，让莫利亚知道社会的险恶。奥兹想要反抗一下，梦魇路飞拔出身后的巨剑，给了奥兹一下子。莫利亚表示真的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，久留此地不是办法。那个疯子砍完了奥兹，还不得来砍我？找个机会溜了才是上策。梦魇路飞根本没给莫利亚逃走的机会，跳起来狠狠给他来了一拳。这一拳头不仅暴击了莫利亚，把奥兹也打得猛退了几步。奥兹抬腿反击，梦魇路飞憋足了一口气，弹开奥兹后，对着奥兹的腹部里莫利亚的专属席位一顿狂风骤雨一般的猛锤。奥兹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仰面撞碎了一栋建筑后倒在地上，而梦魇路飞也耗尽了所有的力气。100个影子在他体内滞留的时间到达极限，一个个从他的身体里剥离出去，去寻找自己的主人了。路飞恢复成前胸贴后背的骨感精神小伙，罗拉以及围观的众人们眼泛泪花，欢呼雀跃。大家的希望没有落空，恐怖3个帆船的统治者莫利亚以及最强僵尸奥兹终于被打败了。
大家失散多年的影子可以回归了。此时东边的天空已经泛白，马上就要天亮了。路飞由于疲惫昏睡过去，这也难怪，用1个人的力量发挥100个人的战斗力，没有崩溃已经是相当强悍了。众人决定争分夺秒，先赶在天亮之前夺回牺牲者们的影子。可是现在已经没有盐了，就算有盐，要在这么多僵尸中找回大家的影子也是相当的不容易。莫利亚曾经亲口告诉路飞，就算他本人被打倒、昏迷、死亡，僵尸们身上的影子都不会自动回到主人的身上，除非他亲口发布命令，影子才会从僵尸的体内剥离出来。众人将目光看向昏过去的莫利亚，虽然这个方法很麻烦，但也是唯一的办法了，就是唤醒莫利亚，逼他给影子们下命令，否则的话，即使打倒他也没什么意义。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，一声巨响，众人惊恐地看到被打倒在地的奥兹又重新站了起来，所有人都吓呆了。他们唯一的希望草帽团已经都无法战斗了，而且他的杀手锏影子也全部都用光了，没有人可以打倒奥兹。打这种特制僵尸，果然光靠力量是无法取胜的。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，眼看天就亮了，看来他们一辈子都要活在黑暗之中，永无天日了。众人绝望的哀嚎，而在他们身后，一个人影默默地站了起来。索隆手提2把刀，霸气四射。虽然我不知道路飞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他做的已经很好了。比起僵尸，索隆才是那个更让人吃惊的。已经遍体鳞伤的身体还能站得起来，还能战斗，这简直是比复活死人还厉害的医学奇迹。这时，众人又惊讶地发现，刚刚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草帽团集体站了起来，好像出了复活甲一样，原地复活，斗志激昂，逃走什么的是不可能的。在敌人没有倒下之前，随时准备战斗。路飞由于战斗太用力，身体有些吃不消。此时他全身的力量加起来只够一个大招，只好拜托同伴们打辅助位，给自己拉满 CD 时间。罗宾有能力制造出了一节节的落脚点，布鲁克抱起路飞，顺着罗宾制造的点位跳上高处。奥兹伸手做攻击状态，娜美则制造出了雨云来分散奥兹的注意力。路飞等人开始了绝地反击。弗兰奇、乌索普、乔巴、山治4人已经分散野区搞事情了。弗兰奇和乌索普配合做出了一个应急的管道，输送冷气，配合娜美的降雨把奥兹冻住。山治和乔巴来到高处，山治看准机会一跃而下，利用惯性将一条粗壮的铁链踢出去，正好缠绕在了奥兹的身上，封锁了奥兹的行动。乔巴呼唤索隆进行攻击，索隆用出最猛的一招3刀流招式，大千世界，直接命中奥兹最薄弱的部位腹部。山治则趁机启动机关拖拽奥兹，将奥兹的巨大身躯硬生生拉直。人的脊柱本来是通过弯曲成 S 型来减缓冲击和重量的，如果是垂直的话，冲击力无处可去，脊椎就会吸收掉全部的伤害。那么这致命的伤害从何而来呢？布鲁克抱着路飞跳到制高点，正好在奥兹的正上方。布鲁克瞄准奥兹的脑袋，将路飞抛了下去。路飞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3档。奥兹想抬手硬刚一下，但是因为他没有痛觉，手臂早就被废掉了，自己浑然不知，右手臂一点也不听使唤。路飞从天而降，双臂已经膨胀成如巨人手臂般大小。路飞双掌重重地按在奥兹的头上，从上而下的重力加速度，外加路飞本人使出的全力一击，一击就将奥兹的脊椎击得粉碎。一代传奇魔人奥兹终于倒下了，就算是不死之身僵尸，承受这样的攻击也无法再站起来了。莫利亚势力崩溃瓦解，恐怖的3轨帆船的幽灵船上大概要就此终结了。奥兹动了动手臂，虽然感觉不到痛，但是身体已经无法再动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莫利亚没有亲口下令，僵尸身体里的影子就无法离开寄宿的身体，回到真正的主人那里。此时大地一片明亮，朝阳已经从东边的海岸线上缓缓升起，众人还在为奥兹被打败而欢呼雀跃。乌索普紧张地提醒大家，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，如果不赶快夺回影子，大家很快就要死在阳光下了。众人恍然大悟，这才想起来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，要拿回影子就必须要唤醒莫利亚。事不宜迟，这时只听砰一声巨响，一个黑影缓缓站起身，不用劳烦你们叫醒我了。恐怖3轨帆船的老大莫利亚撑着自己肥胖过度的身躯站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众人。僵尸的队伍一片欢呼，而人类的队伍则紧张又激动。罗拉带头喊道：“莫利亚，你如果不想再被草帽团狠揍一顿，就快把影子还给大家，我们保证给你留个全尸。”莫利亚讽刺大笑：“我跟你们闹着玩呢吗？在真正的海贼世界里，死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，我连死都不怕，还在乎全尸不全尸？”莫利亚大眼瞧了一眼那些来夺回影子的牺牲者，就知道草帽团和这些家伙搭上了。笑死了，一群乌合之众而已，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。不过这群人反过来利用自己的能力对付自己，这让莫利亚大感不爽。莫利亚大声谴责路飞一伙人，把自己的恐怖3轨帆船搞得一团糟，这笔维修费怎么算？路飞无法和莫利亚苟同，本来就是莫利亚把自己的一伙草帽团骗到这个地方，想利用他们的影子搞事情，现在反而倒打一耙，简直就是无赖。莫利亚哈哈大笑，别搞这些没用的，就凭你们这点实力，就算出了恐怖3轨帆船也走不了多远，你们根本不是新世界那些怪物的对手。虽然你有很多很有潜力的部下，不过都是过眼云烟，早晚都会失去，
伙伴什么的，只有活着才会失去。如果一开始就是死掉的僵尸，那就无所畏惧了。僵尸是不死之身，就算被净化了，也可以再次拿起来利用，是一个无限复活的士兵。我要率领着亡灵大军，再次瞄准海贼王的地位。莫利亚张开双臂，身上喷出无数像墨汁一样的影子，影子如线般涌了出去，分散到岛屿上的各个角落，将岛上所有的僵尸影子都粘住，集中起来，给莫利亚自己提供能量。路飞之前被附上了100个影子，而莫利亚的吸收了足足1000个影子，身体变得比奥兹还要巨大，全身臃肿肥大，头上长出了2个犄角，如同一个加肥加大版的恶魔一样。